太尉陈甲兵于宫门，意欲何为呀？下马！若月，开门！奉大王教命，斩杀逆贼，待遇。杀！快快快快！奉宣王遗教，检校太尉，右卫大将军，内牙都驻军指挥使戴运，因结宗藩，擅权军武，豪夺内府，毁焚宫禁，戕害君上，谋立嗣主，使亲卫都兵甲夺功于前，拥西安侯弘佑篡谏于后，罪犯大逆，特加显露，夷三族。吴越国王天下兵马大元帅教。天福6年8月廿4乙亥。哎，果然还是海上的一声了得呀！山岳社横行西府，在人家面前也不敢夸口富豪。你还差我250斤赤金和开元通榜4万名，卷8万匹，何时还来？我家穷，给上河宫的长工发赏赐，区1万匹绢，还是杂色。儿子在衢州，在西府，每日用度皆有定例，实在糜费不得这许多呀。谁说都是给你的？哎呀，养个儿子呀，就是扔出去的石头。你自家的吃喝用度，自己靠本事挣去。倒是你金定姑姑那里，也是一大家子人。你这个当晚辈的，回岛上一遭，不带些提己回去补贴1、2，可还像话？母亲大人说的是，儿子定当母亲的一乡之意代为宣达。戴太尉与金定姑姑说，儿子亦当每日早晚代为问安，不让别人笑话了母亲的礼数。吾承祖宗之宏烈，勤劳邦国，夜夜精精，苛求致志，奈何两要立天，不能讨馈赠之术。40成岁，无异于代谢之期。经书不可以久旷，庶情不可以法统。唯义是守，为敬为和，克敏克宽，斥去其邪，亲任人人。太傅，两军节度副使洪佐聪锐勇毅，恪尽工人，故令叛左奉印，
全摄两军留后，复请圣心复查，境界黄岳，庙堂礼制，东南府县蒙利军民，积习一隅，茂哉敬哉，儒者施行。东南不可一日无主。臣奉先王遗教，请太傅全摄两军节度留后，判兵马大元帅府事，督知内外军事。洪佐德伯，不敢合军国之众。郎君此言差矣。先王与东南两军12州托付于郎君，郎君乃先王嫡脉，于此家国转承之际，其可妄自菲薄，上为先王一命，下负100万军民吗？臣受2代先王厚恩，在此国事未决之际，岂能孤恩负义？明哲保身，诸位公卿，尔等的忠心呐！臣内衙诸军副都指挥使钱弘宗，请太傅奉先王遗教，全摄两军节度留后，判兵马大元帅府事，督知内外军事。臣西府安抚使检校内外马步军都统军使钱弘俊，请太傅奉先王遗教，全摄两军节度留后，判兵马大元帅府事，督知内外军事。臣等请太傅奉先王遗教，全摄两军节度留后，判兵马大元帅府事，督知内外军事。新主继位，功臣堂大朝没叫你去？以前只知河都将武艺绝伦，没想到这地洗的也比常人洁净些。飞鸟尽，良弓藏。哎呀！严重了，末将不过是……小的不过是芥菜籽大小的病头，你说狡兔死，走狗烹，还贴切些。那我来问你，他可是狡兔吗？我给他做过3年的钦定。当年东周大战，挑帮搏杀，火箭点燃了船帆，桅杆砸倒下来，
若不是他将我一脚踹下水去，我坟头的树怕是能碗口粗细了。后悔了？若不杀他，我自家便是个死，千刀万剐都是轻。可拼尽气力杀了他，又能如何？在公卿、相公、宗子们的眼睛里，我不过就是个背主作孽的家奴。此刻还能留我在此处洗地，已是天大的恩德。如何还敢想素卫正殿大朝那样的美差？你可知他为何会死？玩过来。因为他小看了你这个芥菜粒儿大小的病头。这些公卿太尉们在吴越国中安生日子过久了，大约早就忘却了眼下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世道。还以为天下之事尽在掌握，殊不知这几十年来，天下之事何曾真的由他们说了算？长安天子魏博牙兵，没有了亲卫牙兵，一个空头的天子饿到皮包骨头，临死。连口蜜酒都没得喝，可怜哦。检校太尉，右卫大将军，内衙诸军都指挥使代运，因劫宗藩，豪夺内府，毁坟攻进，戕害军上，使亲卫都兵甲夺功于前。拥西安侯洪佑篡谏于后，罪犯大逆，特加显露，夷三族。西安侯钱洪佑心存险诈，志有不群，因结内军，着即交械兵权，符印，罢衢州刺史，褫夺西安侯爵禄，下谕使台狱，布告天下。贤使闻之，拿下。且慢，九郎君，你要做什么？大表哥，你说这是父王遗教，可有证据？教命上有先王玺印。九郎君，你还要什么证据？既是教命，为何没有诸位丞相、大参们的签押附属？更何况父王教命一向是由通儒院袁学士手书，何似这教命反倒不是袁学士笔记？九郎君不要胡闹，这是军国大事，你一个弱冠童子懂得什么？大表哥此言差矣。你手持黄卷，口含天宪，要夺西安侯的兵权、差遣，还有爵位，还要拿他下狱。教命之上，既不见通儒院学士笔记，又不见诸位丞相大参们的签押附属，焉知不是你等合谋害死了先王和相公们，矫诏夺军，却又来害我三哥？不用跟他聒噪，只管拿下就是。此人是山岳氏东主，南唐细作，为何却在此处？你所宣读教命，到底是父王的意思，还是敌国细作的意思？抗拒王命，罪在不赦，一并拿下便是。是，将九郎君与钱弘佑一并拿下，都不要走！
都不要走！我乃吴越国王，天下兵马元帅第9子，前世嫡脉内衙诸军都知兵马右使。九郎，汝等再上前一步，我便自强于此。害我性命者，多招打，程昭岳者也。尔等皆是帮凶，身负吉祥，一散左。九郎不肯奉教，持刃抗命，你便这样回来了。九郎君乃宗室至亲，末将不敢擅传。袁学士以为此事当如何措置？三郎君、九郎君皆宗子也，此乃刘后家事，不当论外臣。胡令公为先王顾命，可有意教我？昨夜李晨远大火，先王洪氏便起昼夜，敌我难辨，老夫不得已诛杀代孕，非常之事，情非得已，不得为成平之法，刘后不得不查。胡令公是让我赦了三郎与九郎。刘后应该明白，三郎和九郎是不同的。三郎久在军营，深结军心，更兼代孕已死，仇怨已结，便没有回头路。若是处置不当，恐国家有负心之患。身为人主，不能以私情害国事。处事要果断勇决，万不可做无人之人。杨大郎兄，去射三郎。三郎，父王，九郎困倦的厉害，在里面睡着了。九郎无事，那就好。我要惊扰他。既然如此，我们去哪儿？御史台还是刑部？内衙杜鹃说。还好，不是要我此刻就自刎。要保吗？你看从命，自是不用。走吧。七哥，
到底错在何处？想明白了没有？六哥当了大王了，便没了兄弟了。谁若是这时候还念叨着兄弟二字，那便是弥天大罪，该千刀万剐的。昨日夜里，你在何处？六哥是今日当上的大王，昨日夜里须还不是大王。昨日夜里的事，原该父王来问才对。父王问了。父王问：七郎何在？我到殿外候命，北京通传不敢觐见。父王又问：九郎呢？我答：许是睡着了。要传他前来吗？父王说：小孩子较长，九郎素来好动贪玩，许是白日间闹得倦了，让他睡着吧。你为何要骗父王？我明明不在。我问你自己。昨日里，父王宾天之际，还在心心念念他的儿子。那个时候，你这个做儿子的，可曾记挂起这个久病的老父？阿爹，阿爹！这里毕竟是关押获罪宗室子弟的地方，相较于刑部而言，已经好很多了。九郎无事吧？被罚在奉贤殿跪了半日，如此而已。还好，还好啊。你要我帮你做些事情吧？你会做吗？大郎兄，连你也不肯救三哥吗？九郎，你的诗书虽说不算出色，可论及九章算筹，多少年的老账子也要甘拜下风。千数万数都算得明白，眼前的这些人情世故却为何如此的糊涂？你这心性，何时才能再长大些？我确实不懂什么人情世故，我只知三哥无罪。六哥心里十分明白，却偏偏要杀三哥。大郎兄心里更是明白，却还是亲自拿了三哥去向六哥表功。满朝文武公卿，人人都明白三哥其实无罪，只因兵权，遭了六哥的忌，这才身陷囹圄，却无一人敢出一言来救三哥性命。若是这便是人情世故，若是这便是长大了，我宁愿一辈子都不要长大，不要懂这些所谓的人情世故。郑郎君，使君不是不肯救西安侯，而是不能救。郎君自家也说了，西安侯的罪不在于他做了什么，而在于他手中握着弓箭都和乐骑都的兵权。若说这便是罪，前世宗子里罪过最大的不是西安侯。使君身上担负着内衙诸军都统军事的差遣，罪过只能比西安侯更大。郎君明鉴，要救三郎君在杭州是救不了的。先生的意思是？下官什么也不曾说。
这一趟差事十分紧要，容不得半点差池。郎君放心，小人跟了郎君这许多年，实得清楚。此去汴梁，一来是奉表告哀，二来是体看风俗，三来是礼敬重臣，尤其是封令公处，须得当面拜会，待吾之意。臣谨遵君命。水秀公即为使臣，按常例，当加大元帅府判官。自当如此，自当如此。臣敬献留后。事情有些麻烦，若是乾元观尚在，修一封书信过去，看在阿姐和姐夫的面上，吴越国中当不会为难阿祖。你们都听好了，明日我要进钱塘口，去向吴越的钱家要儿子。你们此番带来的船，无论是福船、广船还是沙船，我都要用。我不只是要船，你们带来的人我也要，一并去壮壮声势。传我的黄龙令，只要是此番随我一起进过钱塘的，明年的旗津全免。第一次进岛的，各与单龙旗一面；原本单龙旗的，一体进为双龙旗。如此，怕不是要有上百艘船只。我只嫌船不够多。老贼的不孝子敢害了阿祖，我便截断钱塘，将这个不像话的吴越国切成南北两段。诸君，谁能告诉我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禀留后，黄龙岛的于大娘子乃是先元帅府典业孙廷辅公的遗孀，虽分据海岛，不服王化，几十年来却也未尝有逾矩之心。今日贸然率舰船进犯西府，怕是为代运和西安侯之事而来。涂昭达，留后，你带我去问一问于大娘子，这样贸然兴兵，意欲何为？此等海贼宵禁，不服王化久矣，问之无益。那依杜卿的意思，只有兵戎相见意图了。正是。那就请杜卿即刻登船，与于大娘子相约一战。臣，刘后，杀人不过头点地，小杜纵然不成器，好歹给杜灵公他老人家稍存颜面。诸君，使我吴越绝路，而今国难当头，谁能带吾前去，问一问于大娘子的来意？在下愿奉王命，带刘后登船面见于大娘子。你叫什么名字？
回禀刘后，在下程昭岳，山岳社执事，蒙先王恩德，赏了一个乘凤郎的散阶。自此刻起，你便不再是8品的乘凤郎，吾让你做一任内衙诸军的内都监使，换一套紫色朝服，赐金鱼带，带我去问一问于大娘子，她到底要干什么。承蒙刘后信任，下官必当殚精竭虑，披荆斩棘，全力以赴，不辱使命。杜晴，刘后，借你一冒一用。啊？程昭岳见过大娘子、大侄子。山岳社之名，吴越闻名。文秀与程东主也是神交久矣，却不知何时又成了吴越国主驾前的内衙都监啊！程某这个内衙都监，做了不足1刻光景。原来如此，看起来吴越国中公卿文武，俱是无胆之辈。大侄子此言，深得我心。新国主有什么章程？程东主尽管明言。那还要看看大娘子跟大侄子是何章程。钱家的九郎君欠了黄龙社250斤赤金，恐怕贵上国主千令不肯给，故此亲自来讨这笔款子。这却从何说起？这笔买卖确实有证人的。秦淮社的李大东主便是证人。此人，程东主想必是识得的。不过250赤金，不用国主点头，程某便可应承大侄子。还有吗？将我的阿佐送回来，还有老戴的家人眷属、尸身棺椁一并送来。我自退兵回岛，自此前世在岸，孙家福海再无半点关系。既如此，程某这便告辞了。距午时还有1个半时辰，告诉钱洪佐，5时之前见不着阿佐的人，我便先拔了他的钱塘水阵。刘后，臣以为谋国事，不应行商贾之道。六哥，这江面上林林总总，少说有100条船舰，250斤的赤金，说起来也没有多少。若不与他，这于大娘子怕是不肯退兵。臣请刘后不打迭命，以悖逆之罪，废钱弘佑爵禄，夺其国姓，复其本名，贬为庶人。钱弘佑本名孙承佐，犯了刘后名讳，他的毛病出在了逾越本分上，便改名孙本，内彰其过。刘后可以遣庶人孙本登船面斥贼人，以大义责之，贼众必然羞愧无地，且君自退。大郎兄以为呢？袁学士老成谋国，臣附议。便依袁学士所奏。
多大人了，还这么扭扭捏捏拿琴做菜，无以之家，何来怜悯之心？当年那负心贼入赘田家，老娘我肚子里怀着你，一颗眼泪都未曾掉过，转头我就嫁给了真娘和阿佑的父亲。30年了，未曾掉过一颗眼泪。现在他人也死了，过往恩怨也就一笔勾销了。三哥，阿娘，你看，是那小贼。三哥，三哥，跟他老子的恩怨倒是了结了。却又欠这小子一个大人情，也罢。回岛之后，你便收拾东西，到杭州西府去伺候他5年，还了这个人情便是。啊，阿娘，你不乐意啊？若是5年之内，他和真娘有了真感情，必得备下6礼，娶她为正妻。阿姐周密。若敢学他老子负心背义，老娘也不介意拉上几百条船，再进一次钱塘口。下臣承奉郎内衙诸军内都监使程昭岳觐见刘后。你已是内都监，君命已然签押颁布，不再是8品的承奉郎了。下臣惶恐。为何惶恐？启禀刘后，臣本一介布衣，行商往来，不敢攀结权贵。山岳社纵横南北，对通西东，获值资铢，款额巨数，难免引人觊觎。下臣卑鄙，不能护产业，更不敢忤逆当朝公卿，故此10余年来，10成谷子倒让出去8、9成，其中内衙几位太尉占了3成有余。如今得刘后赏识，因此惶恐。朝中公卿，还有谁在山岳社占了谷子？杜令公家少都监占了2成有余。金华郡王府3郎君占了1成5。胡令公家胡尚书占了约不足1成，其余公卿家人子弟亦有些许，却是不多，总计不足5分。还有武伯父。天福2年，元囚袁相兄弟作乱，兴起逆案，幸得大郎君向先王进言，先王仁德，免于株连。受贿诸君深感大郎君恩义，尽资铢宝贝以谢。大郎君清廉自守，不肯承受，他们便转赠给金华郡王武令公。武令公不方便亲自出面，便由府上3郎君接入，送入山岳社，以为谷子。先王施恩，这人情协力，倒要武伯父下和大郎兄领取了。为何与我说这件事？刘后垂询，下臣必要据实以答。先师为何不言？下臣不疑商贾，不敢忤逆公卿贵臣。如今却敢了。臣为内衙诸军内都监使刘后家臣，不敢不诚心事主。你可知罪？下臣知罪。商贾乃4民之末，交通宗室勾结公卿，举资铢以连横上下，罪在不赦，当毁身遗族。
武一道君命，便可剐了你，灭了你的三族。臣以身犯法，甘愿受刑。这道君命下与不下，在武一念之间，而何族之性命亦在武一念之间。听懂了吗？臣亦为刘后家臣内奸，主忧臣辱，主辱臣死。刘后但有所用，臣这颗项上人头何族性命尽可拿去。项上头颅也好，何族性命也罢，都暂且记下。我交予你去办一件事，办好了，前罪尽赦，还要抽功。若是敢坏了事，前罪并罚。你可愿意？即使拿臣之性命，只能为主上分忧万之一二，臣也不敢有丝毫千言有矣。此事匪夷所思，荒谬绝伦。程昭岳不依小人，昨日之前不过是一个加了8品荣衔的商贾。此人奏告杜昭达谋立红郡郎君，肆意叛逆。臣等请将其下御史台狱勘问，明正典刑，以为公卿宗室之心。大参所言，无其不知，毅然连夜勘问过了。大参请看。臣有罪，请刘后治罪。令公不必如此。谁人家中还没几个不孝子弟？莫说是令公，便是胡尚书，必也是受了小人的蒙蔽。吾虽年轻，却不糊涂。国主，臣治家不严，甘领其罪，但拥立之事仅凭一纸古单，臣实在是难以置信，请刘后明察。刘后明鉴，公卿小节不谨或是有的，然则拥立一事荒唐莫名，臣亦不敢置信。诸卿稍安。吴伯父，您乃宗亲之长，当体谅侄儿的难处。些许钱帛，不过白璧微瑕，稍加惩戒，一张明案而已，吾并无穷究之意。然则事涉谋逆，干系国本，吾亦不得不问。要对得起2代先王之托付，亦要给大郎兄一个清白。父亲明鉴，儿子不知实情，不知实情。不是你，那是谁？儿子错了，儿子。真是
好营生，好买卖啊！你这一笔买卖，配进去一个顾命大臣的身份，你赚大发了你！儿子错了，儿子错了。关起来吧，做那怂包样给谁看？父亲，刘后这是要对父亲下手吗？想什么呢？他现在还是刘后，不是大王，屁股底下的位子还不曾坐稳呢，如何能对老夫下手？你倒是咱们这小刘后，和你一般愚蠢。那刘后为何当殿发落此事，不为父亲稍存体面？巧打而已，也是寻常手段罢了。不过自今日起，你老子在他面前再也摆不出先王顾命的身份了。这才几天光景啊，便混了一身紫袍出来，果然是非常之人，必有非常之际遇。点起你的兵，随我走。我已经不是亲卫第一都指挥使了。这是刘后手书的军令，自即刻起，亲卫第一都改编为亲从第四都。新编亲从第四都指挥使由何承训检校。放开我！放开！何东家，何东家救我呀！何东家，救救我！何东家，放开我！放开我！程昭月，你不能好死！你放开我！放开我！我要杀了你！程昭月，你不能好死！放开我！轮到我了。大郎兄莫恼，六哥也是一片拳拳爱护之意，暂时收了大郎兄的兵权，先到和贤院去安置，待得事情查查明白，自然还要倚重大郎兄。生死皆由你们。走吧。甚听留步。小臣奉命有话要问申纪仪，还请申纪仪移步内都监署。师君，请安心去。请。
也有5、6番了，只是不肯开口说话，更不肯挖矿。延年君子，温其如玉。世家子弟，读过书的人，跟杜昭达这等二世祖，终归不一样。杜衙内也是世家子弟，也读过书，还有杜令公那等煊赫的家翁，上了邢台几番手段下来，还不是让说什么说什么？不一样。杜昭达这样的，说杀便也杀了。大郎君是宗室，想要入他的罪，没有此人的口供是万万不能的。国主，臣已经问了3次了，红俊的案子到底还能不能结？何时能结呀？胡伯父，案子是内都监署在问，红俊乃无知兄长，吾也判他无事。那杜昭达的供词之中，多有拥立剑篡之语，红俊身在其中，岂能不问？亲亲之情，岂可置于国法之上啊？可是，国主，杜昭达以明正典刑，死无对证，供状真伪已不可知。大郎君临危受命，提调内外兵马不过数月间事，如何能起篡逆之心？臣以为小人之言，不足取信。事情有无，总要查个明白。是非曲直也要梳理清楚，才好稳定朝局，廓清人心。如今案子尚在讯问之中，何必急切？大王年纪虽轻，行事却不稳重，而今世道能稳重，也是1等1的好事。袁先生，袁先生，国主是何意思？武灵公稍安勿躁，老夫如何能安得？大郎如今身陷囹圄，生死不明，连个消息都递不出来。国主不要这个兄长，自可明言，把这个儿子还给老夫便可。算这脚程，水丘大约也该到了。水丘？孙本和大郎君，根子上是一回事儿。三郎恢复本姓，姓孙不姓钱，他的事情便算结了。至于大郎君的案子何时能结，那就要看水丘何时能从京师赶回来。内翰。水丘使君，你如何还在此处？房令公令我今日午后来取国文之敕，可是等到现在也不见令公回来啊。你且回转戒备相馆驿，自去休息。令公今日怕是回不来了。文宗兄，可是出事了？不可说，不可说。老爹，是范学士。臣。官家吩咐了，内翰来了，只管进去便是，不必报名。圣人、七郎、房令公在殿内。七郎。今天这是怎么了？阿爹，该不会是官家不幸了吧？住嘴！
陛下，范学士到了。臣范质奉诏觐见陛下。逆之。诺。令公，晋太尉，封燕国公，朕不欲托令公以顾命，七郎拜令公。七郎，快过来。官家莫急，有什么话说与妾身和令公便是。报与令公。令公，可道敬堂9年了。官家，官家，官家！你去广进府禀告齐王和景太尉，宫里的灯油用完了。快去！诺。回家。进宫，去请齐王进宫吧。令公，要去哪里啊？乏了，回家睡觉去。令公，令公，令公，陛下，陛下龙驭上宾了。侍卫秦军要赴国丧，宫里的生麻熟麻怕是不够。明日，星门3司赐左藏拨出一些，接进内藏。诺。令公，令公，令公，请留步。赵红英，你要拿我吗？你要拿我吗？
尔等要拿我吗？走。阿爹，去办你的差事。诺。上车。文素是要随老夫回府吗？老夫侍奉两朝，此时又挂了个托孤顾命的名义，齐王未必能奈我何。你没有这份根底，还是不要趟这趟浑水的好。令公，文所，若要保何家老幼性命，还需一道遗诏。范内汉，臣吏部郎中，翰林学士，知告范质，恭迎大王入宫。这是何物？陛下大行，此乃陛下口授遗志。遗志上怎么说？大行皇帝遗志，简教太尉侍中，广进隐。齐王重贵，严肃刚毅，内外贤服，可承朕统恤，建作大宝。臣恭请大王入宫。恭请大王入宫。末将等恭迎大王。你们父子今晚做得不错，愿为大王效死。来传信那个是你家二郎吧？回禀大王，乃是犬子赵匡胤。入了3班没有？犬子年轻，尚未得到恩典，已借职军前听用。你自家晋侍卫亲军副都指挥使，你家二郎估看着不错。补殿前承旨，实授侍卫亲军步军第18指挥。多谢大王恩典。
儿臣拜见圣人。大王既已入宫，今后便是官家，哀家与社稷便托付于大王了。圣人勿忧，儿臣祭祀大统，圣人自然便是太后。但请安养宫中，四时所需一应供奉，皆可无虞。若有小人胆敢怠慢太后，3丈刑台，正为私设。儿臣敢问圣人，七郎何在？我玩得好，再来，我来，父亲，真要将全族置于府岳之下不成？齐王不是司马昭，老夫亦不是陈泰，尔等如此作态，大可不必。齐王已然入宫，父亲却将七皇子隐匿于府内，儿子只怕塌天之祸就在眼前，请父亲以合族老幼为念，莫为螳臂当车之举啊！谁说老夫要当车？你这是老夫的投名状，拿去纳于齐王便是。吃饼吗？冯令公这是何意？陛下勿忧，令公这道表彰是要与陛下做一桩买卖。买卖？冯令公表彰里说，大行皇帝弥留之际，晋他为太尉，改封燕国公。笑话！冯令公是历世两朝的元老勋臣，便是父皇没有交代，朕出谏作，要借重他之处颇多，如何能不加恩？哪里须得他借大行皇帝一命来压朕？令公说的不是他自己，说的乃是七皇子。令公将朕看成什么人了？朕难道会去为难一个3岁的娃娃？冯令公将七郎带回府中，又送来这样一道奏表，奏表里提及大行皇帝的遗命，其实是想告诉官家，奉养善待七皇子，乃是大行皇帝的遗命。桑相公，令公所请，当如何措置？这道奏表本就是态度，陛下只需让令公知道陛下的态度，便可。范质，臣在。拟诏，奉大行皇帝遗命，册冯令公为太尉，改封燕国公。老爹，不该是齐王，是吗？就该是他。那我们算是乱臣贼子吗？唉，谁又不是呢？这已是最好的了，至少不曾流血，不曾死人。门下创业垂统，予以仪后坤，4位承挑，予以少前列，为古宫之元首，比义诏之宅心。皇帝应入上元，受禅堂坐，灵玉诞于5载，幽禽岁冠于百王，无一日不举皇纲。无一事不轻圣染，宵衣干食，交思劳神，弃大宝以上仙，复充人之神器。鳏寡无告之名，悉令安泰；动止有生之类，既获昭苏。庶几言宗社之宏修，照天地之和气。天福7年，
6月。如今虽有波澜，好歹未曾腥风血雨，已然算是平顺的了。倒是我们吴越国50年未见波澜，实在是有一些坐井观天，大惊小怪了。若真有一口能遮风雨、能避太平的井，范某巴不得在这井中做个30-50年，也好过这般波澜起伏、担惊受怕。文颂兄何出此言啊？范某今年不过32岁，这32年间，便在这中州之地换了9位天子。这9位天子当中，最短的不过数月，最长的不过是6-7年。一位乃是明宗皇帝，范某便是那时候登第入仕；另一位便是大行皇帝。如今大行皇帝宾天了，这天下又不知将向何处去了。人不乱世，身不由己啊！范兄，就此别过了。留步，文颂兄，多保重啊！石修君，保重。你们好歹还有一口井，你在看什么？这口井有个名字，叫前王井。当年我阿翁起兵，摄中军于左近，因没有水喝，便叫各位叔伯与我阿爹一并通力打了这口井，取水为士卒解渴，这口井因而得名。骗人！这里离着西湖近在咫尺，哪里就用打一口井来取水？再说千万军卒，这口井又如何能记得事？分明是你在骗人。好吧，这故事是我编的。你为何要编个谎话来骗我？不是想骗你啊，我是想骗骗我自己。你说我们家这些个兄长们，若真都能像这瞎话里的叔伯们一般和睦齐心，该有多好！你将酒壶放下呀，老拿着不累啊？这叫待客之礼，你懂不懂？我大郎兄又不是客，他住在此处，分明是主，咱们才是客。你这条舌头如此可恶，便该一并切了，与大郎君下酒。哎呀！事情没有办成，我去求了七哥，让他劝六哥放了申继业，却被七哥骂了一顿，说我不识体统轻重。七郎如今也长进了。七哥进了相府，便似变了一个人，说什么都满口大道理，脸色也是一日比一日难看。我去求了他半日，
被他罚去奉仙堂跪了2个时辰。以后不要去了。无妨，2个时辰而已，又跪不坏，还能默诵9章，全当课业罢了。哎，我是说以后不要再去求七郎了。他现在是相府大参，国家重臣，身份不同，许多事情不便宜了。6哥也不便宜了，7哥也不便宜了，3哥回了岛上也不便宜了。好端端的一家兄弟，如何便突然间都不便宜了呢？家事成了国事，还能如何便宜呀？